啊，这是观众跟我讲，就是说年轻夫妻为什么喜欢重划区？除了它房价比较低以外，就是接阔哦，接阔。他说新手妈妈推着小孩婴儿车在那个台南市的市中心就旧市区真的没有办法走，因为一整个骑楼上上下下，然后又被人家堵起来做生意，然后要防风嘛，他们还会堵起来去拉那个塑胶布，变成你人走过是要去掀那个塑胶布，然后掀塑胶布又上上下下，你推小朋友你怎么弄啊？就变成说。这是台南，我们要黑台南的意思就是那个观众跟我分享啊，有这个我相信在其他的县市也会有这个现象，就变成说新手妈妈被训练的一定要会开车，要买东西要采购或者干嘛，你都要开车，因为你没有办法推婴儿车去走那个骑楼，完全没办法啊，推小朋友到骑楼外面走也不 OK， 为什么？因为机车会停出来，变成说你推着小朋友，你要走到这是骑楼，外面被插了一个机车车身的长度你要走到它的更外面，直接就是车子了。她不敢，所以她跟她老公讨论以后决定要开车啊，去哪都开车就对了。家里就是准备了2台车，老公去上班，然后她自己还是有1台车可以开，小车可以开啊，就是为了要载小朋友。人行道比车道还宽政府新政策背后的目标曝光，居住品质大提升。先说结论我觉得这个虽然看起来很搞笑，但是这是好事情。我们大家下了车就变身成行人，这本来就应该要顾好行人的权益。然后行人车祸的死亡率这不是他目标，不是降低，他目标要直接是0才对。行人好好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路上被车撞死，这个是怎样还是那个新闻嘛，看了真的是气到不行林口的那个新闻。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马上提升环境氛围的绿植，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我还有附那个购买链接今天我们来讨论高雄的路又宽又大今天来聊一个高雄的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高雄奇景，人行道比车道宽。看有点搞笑了，为什么高雄新闻这种奇葩新闻这么多啊？诡异。那三民区居民批本末倒置你看到那个照片就觉得说我靠，这是啥小内容？就是高雄市交通局近日在三民区大昌一路302巷增设停车带保护型标线人行道，绿色标线人行道最宽处约 4.7 公尺，车道仅剩约3公尺。这边还有一张图你看一下对，人行道超级大，这是怎样？这是这个一个牌直接在这边集合还是怎么样？超级宽，我在猜是吵架或赌气或怎样或有没的，不然哪有这样画的人行道画就画了嘛，你把它凸出来那么多，你要用什么转弯半径，这个也解释不过去。然后这张是俯拍图行人道的范围我帮你把它框起来，看一下有没有超级宽呢？而且那个凸那个角，你不觉得特别的诡异？而且它凸那个角是直接去给它遮住斑马线，我不太懂。这个高雄神奇的高雄。我下次吃饭或怎样，我路过我去感受一下那个超宽人行道好了，难怪会被骂那可是归根结底我乐见其成乐见其成，这才叫居住人权啊，这才叫行人的人权。你有去台北，你应该遇过人车争道这种事情，对不对？很多地方就没有人行道，然后它也没有骑楼不然骑楼就是被塞满机车很难走还有摊贩尤其离开双北以后，很多骑楼都被摊贩默认拿来做生意，这样你根本没办法好好的走就这样变成说怎样，你只能够走靠近马路的边边，走边边又很恐怖，因为汽机车就这样从你旁边过去。我们成人都还好，来你的小朋友自己下课回家走在路上旁边就是那个不长眼的计程车，然后在那边那些老害就直接从你儿子女儿身边这样切过去，你会不会怕？尤其是那个计程车路边接客人，鬼切就直接进来了这挡在你前面很麻烦。至少高雄市政府现在搞这个人行道，被笑被骂是一回事但行人走在这边一定是相当安全的吧？对吧？我看行人你要躺在这边都行，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个东西我还去查了它不是平白无故花公帑去做一个出来给大家笑的东西来，这个东西是高雄市交通局的专案你想要看的话，你就 Google 高雄市行人安全环境总健检行动纲领及行动方案就这样就找得到。它里面内容很多我挑我认为是重要的讲。首先是改善的顺序就是说预算有限嘛，按哪边要先做这样。来，预算顺序依序是各级学校我同意当然同意嘛最好从国小开始做，
因为国小比较给小，国小还会跑来跑去，同学喊他要冲过去了就这样。按我们国高中应该就还好，就学会看交通规则第一个各级学校，第二个大众运输战场，第三个医院机关然后是规划的进度跟时间，预计会做到2027年会完成本次的专案，然后会把这个行人道的那个普及率从36%拉高到64%，也就是说2年后2027你就会看到高雄的60%的路都会有这个人行道，这样真的是很好。然后这个交通局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达成交通事故零死亡当然，这个出现在报告里，难免被人家就有疑问，这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语言零死亡或什么？但目标就是要这样就是要零啊，就是不要再出现行人被撞这件事情。你自己想想看，最近的新闻，那个什么老翁然后不减速的然后就这样冲撞那些小学生新闻画面我就不放出来，看了只会爆血管而已。那最后你要知道，其他县市也有这类规划吗？最后来聊一下为行人争取路权这件事情，除了高雄以外，其他县市有没有在弄？先说结论，6都都有规划，但6都以外缓慢进行缓慢进行是因为第一个预算不足就非6都嘛，预算是真的比较少。第二个是当地居民不认同。来，你看这张照片，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斗六市外环人行道施作时，家家户户皆反对。彰化县部分民众认为这样影响其车辆进出权益而反对。反正又是乡下地方那一套就是说这样我不好停车为什么要画我家这边？为什么不是画他们家那边？画对面？我这里本来我都可以停车，被你这样一画形容，我就不能停车了怎样的就又来吵这个。我跟你说，我这样观察下来高雄市的施政其实很凶这要怎么表达？就是其实很强硬，真的是很强硬。你相不相信？就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空拍图，它一排画行人道，然后汽车格涂掉那么多，跟对面放机车格，为什么没人抗议？我跟你讲抗议的都被处理了，就是这样政府就是要做就是要这样所以这个强硬执政有强硬执政的好处就不会被乡院绑架就很依赖说执政者他的等级如何。如果他是一个明君的话重大建设都能够顺利推动。就是他要干什么，他有强硬的做派，其实在推动一些重大建设上是一个好事情。当然如果今天我是权益受损的一方那就对我来说就不是好事情。比方说家门口的停车格被涂掉的那些，涂成人行道，那他高不高兴？他不高兴。可是以高雄市政府过去我这样观察一下很强硬非常的强硬所以那个强硬都是合法的啦不是说什么他就是耍流氓式的强硬，并没有我就认为说一个市政府的执政就应该要这样，你不要用你看彰化斗六那个又来了本来可以停车，现在你划掉我不能停车又要吵这个，然后吵这个又吵不起来。高雄就是我管你的，就是这样不然你去告我们高雄市政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而重大建设都推动了起来。那其他在很讲究人情关系很讲究人权人民的权利很讲究那种什么乡下地方不是最容易这样，谁都认识谁，然后谁跟谁是麻吉，这样很讲究人脉这个地方反而你要推动都推动不起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反而高雄是该怎么办法办就这东西就搞出来，而且他的那个时程就直接画给你叫2027，这很夸张这很夸张这个在其他的县市来说是不可能执行的专案你要去画人家门口的停车位你光那个协调沟通要多久？所以在这个程度上重大建设的那个发展上，我是欣赏高雄市政府的做派强硬的作风。这个现在是看起来是还好没有说危及到，没有到牺牲人家的财产那个高雄，像我长期在观察重大建设，我就看了很多，我觉得高雄市的那个作风真的是强硬合法范围之内的强硬，很不错，很优秀，这个城市才会进步嘛。那台北市在那个柯市长执政的期间已经不只有做，而且还取得成效了，就是那个车祸的事件数都大幅的降低。例如说台北市的民权东路的巷子里面，来你看我画红框的地方，这以前是没有行人专用道的，现在都画了结果还是有人要走在外面，这个就再说了，他可能是机车插在那里，他变成说他绕出去之类的。所以说台北市的精华地区都有在做这个布局，而且都有取得成效了他的那些交通事故的数字确实都有降低。好，那其他县市就是跟，然后目前看起来脚步最快也不是新北那脚步最快的就是这个高雄。不然你看那个民权东路那一坪都100多万的地方这个巷子看起来像是房价很高的地方吗？
结果搞得出来还要担心这个被车子撞然后人车争道，闪摩托车、闪汽车不 OK 啊，这是居住品质的问题。那高雄你自己看，房价只有台北市的我看1/3吧。现在路又宽又大条，又宽又大条以外，它还给你加这个行人专用道真的是舒服很多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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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这是观众跟我讲，就是说年轻夫妻为什么喜欢重划区？除了它房价比较低以外，就是接阔接阔。他说新手妈妈推着小孩婴儿车在那个台南市的市中心就旧市区真的没有办法走，因为一整个骑楼上上下下，然后又被人家堵起来做生意，然后要防风嘛，他们还会堵起来去拉那个塑胶布。变成你人走过是要去掀那个塑胶布，然后掀塑胶布又上上下下，你推小朋友你怎么弄嘛？就变成说这是台南，我没有黑台南的意思就是那个观众跟我分享有这个现象，我相信在其他的县市也会有这个现象，就变成说新手妈妈被训练的一定要会开车，要买东西要采购或者干嘛你都要开车，因为你没有办法推婴儿车去走那个骑楼，完全没办法推小朋友到骑楼外面走也不 OK， 为什么？因为机车会停出来，变成说你推着小朋友，你要走到这是骑楼外面被插了一个机车车身的长度你要走到它的更外面，
直接就是车子了，她不敢，所以她跟她老公讨论以后决定要开车啊，去哪都开车就对了。家里就是准备了2台车，老公去上班，然后她自己还是有1台车可以开，小车可以开啊，就是为了要载小朋友这样，不然旧市区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推小孩去走那个骑楼啊，全部都是人家来做生意还会遇到庙，然后庙中间会摆那个嘛天公炉啊，你就要闪就要干嘛我们成年人来说这没什么，这是一个古都的风景但你推小孩子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后来就去买那个安平安平的那个五期那边的市景跟街廓那边虽然比较不热闹就新的重划区嘛比较不热闹，但它离百货公司也近，反正只是骑或者只是开车就会遇到那个小西门那边，然后至少它的街廓你在推小朋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高低差跟旁边的建案有没有啊？它也会铺砖或是铺什么让行人好走那他们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就把它搬到安平五期去，也才有办法下去走路散步那附近有什么很大间的丁丁药局啊小北百货啊那些东西那这是生活品质的选择。我说真的，就是像我们在看那个行人安全道，这个我们认为就是安全的议题嘛那对于新手妈妈推小朋友的来说这个就是没办法推啊就真的没办法用啊在那边一直上下，甚至有些阶梯还要人先下来，然后看怎么样把那个小朋友的车给他搬下来，就没办法这样子用。然后到了新重划区以后，街廓宽宽大大的然后都是平的他要推小朋友就 OK。然后他说他不后悔做这个决定，虽然他在旧市区自己就有房子住，但是他自从来这边之后，还比较感受到所谓的不然那个小朋友以前都是被关在车子上从来没有自己就没办法推着婴儿车然后带他去。听他这样子讲完之后，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确实就这样那我想行人安全道如果真是落实以后，让旧市区那个要推婴儿车，那也 OK 啦那对旧市区的房价有没有帮助？我跟你讲，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为什么？因为它变宜居了它生活品质上升对房价不用是直接甚至间接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旧市区小朋友推婴儿车的妈妈们就变好住了那当然是优先考量在生活机能完整的旧市区嘛，所以我是赞成这个政策的。但是看一下那个行人安全道，可不可以不要画每一个都画的像高雄这个大昌路这个那么大？这个我看起来都有点诡异了，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
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